在佛教的浩瀚智慧中，大势至菩萨以其深邃的智慧和无量的慈悲，为众生指引修行的道路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探索大势至菩萨关于前世修行与今生征兆的深刻教义。大势至菩萨说，前世修行过的人，今生必定会显现出一些特殊的征兆。这些征兆不仅是对过去修行的见证，更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行的灯塔。有些人从第一次接触佛法开始，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和亲切，这种感觉仿佛是久违的归宿，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被佛法所吸引。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他们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不为外界的喧嚣所动。这种内心的安宁，是修行者内心清净的体现。他们天生具有善良的心地，乐于助人，不求回报。这种对善行的向往，是过去世积累善根的延续。他们对物质的追求相对淡薄，不被贪婪所束缚。这种淡泊的心境，有助于他们更专注于精神层面的提升。他们常常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对宇宙和自我有着深刻的好奇心。这种思考是修行者追求真理的体现。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，他们能够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去面对，而不是怨天尤人。这种心态是修行者智慧的体现。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对修行的渴望，希望通过对佛法的学习和实践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这种渴望是过去世修行的延续。这段教义不仅仅是佛学中的一段经典，它为我们揭示了每个人内在的善根与命运的关联。无论你是对佛学初窥门径，还是已经有一定的理解，这段教义都能带给你新的启发与思考。通过了解前世修行的征兆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内心，明白自己为何对佛法有缘，而有些人却与佛法相隔遥远。这些征兆如同灯塔，指引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修行之路。通过修行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开发自己的善根，走向解脱与觉悟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入解析佛学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留言告诉我们你对这一教义的理解或疑问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分享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让我们一起感受大势至菩萨的智慧光芒。开启今天的视频，深入探索这段关于前世修行与今生征兆的教义。愿这段旅程能为你的修行之路带来新的光明与力量。在一个春日的清晨，阳光刚刚洒进灵山古寺，那层层叠叠的殿宇，在晨光中透着一股庄重又宁静的气息。寺里香烟袅袅，一缕缕沉香的味道悠悠地飘散开来，仿佛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，让每一个踏入寺庙的人心里都不自觉地安静了下来。大雄宝殿前那宽阔的广场上，已经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数千信众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身份各不相同，有穿着朴素的庄稼汉，有衣着光鲜的商人，还有神情儒雅的读书人。大家都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等待着一场殊胜法会的开始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期待，眼睛不时望向天空，似乎在盼望着什么。就在众人翘首以盼的时候，天空忽然发生了变化。只见原本湛蓝的天空中，不知从何处飘来了大片大片的祥云。那云朵洁白如雪，层层叠叠地堆积在一起，仿佛是一座空中的仙宫。紧接着，锐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
整个灵山古寺都被笼罩在一片祥瑞的光芒之中。在这光芒的中央，大势至菩萨现身了。菩萨周身散发着柔和的金光，那光芒照亮了整个大雄宝殿，也照亮了每一个信众的脸庞。他的目光慈悲而温和，仿佛能洞悉世间万物的一切。他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就像是一座永恒的灯塔，给人带来无尽的希望和力量。菩萨看着台下的众生，缓缓开口说道：今日与诸位有缘，为大家开始一个重要的话题。众生常问，为何有人生来就与佛法有缘，一闻佛法就心生欢喜，而有人却对佛法无有信心，甚至生起诽谤？为何有人天性慈悲，而有人却性情暴戾？这其中皆有宿世因缘。菩萨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仿佛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话音刚落，台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修行者站起身来，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僧袍，虽然年纪很大了，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坚定和执着。他双手合十，恭敬地向菩萨问道：菩萨慈悲，弟子修行数十载，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，究竟什么是宿世因缘，又该如何辨别一个人是否有宿世修行的根基？大势至菩萨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就像是春天里盛开的花朵，充满了温暖和慈爱。他说道：善哉，善哉，这正是今日要为大家开示的重点。让我为大家讲述一个故事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王朝，在这个王朝的一个普通小镇上，住着一对孪生兄弟。这兄弟二人长得极为相似，不熟悉的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。然而，他们的性情却截然不同。哥哥天生慈悲善良，平日里只要看到有贫苦的人，他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无论是送些食物，还是给几件旧衣服，他都做得心甘情愿。遇到有孩子在路边哭泣，他也会走上前去耐心地询问，哄着孩子，直到孩子露出笑容。而弟弟呢，却十分贪婪自私，他总是只想着自己，为了一点利益就会和别人争吵不休。看到弱小的人，不但不会去帮助，反而还会仗着自己的力气去欺负人家。有一天，兄弟二人一起外出办事，他们路过一座破旧的寺庙，那寺庙的墙壁已经有些斑驳，房顶上的瓦片也掉了不少，显得十分破旧。从寺庙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诵经声，那声音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穿透了周围的嘈杂，钻进了人们的耳朵里。哥哥听到诵经声，立刻就被吸引住了。他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站在那里聆听。那诵经声就像是一股清泉，流淌进了他的心里，让他的内心升起无限欢喜。他闭上眼睛，沉浸在这美妙的声音之中，仿佛忘却了周围的一切。而弟弟却对此嗤之以鼻，他皱了皱眉头，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，嘴里嘟囔着：这有什么好听的？不过是些无聊的念诵罢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准备离开。这时，寺庙里的一位老僧人似乎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，缓缓走了出来。他看到兄弟二人的不同反应，便唤住了哥哥，说道：善男子，你可知为何你与你弟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？哥哥听到老僧的话，有些疑惑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弟子愚钝，请师父开示。老僧目光深邃地看着哥哥，
缓缓说道：“这要从你们的前世说起。在500年前，你是一位虔诚的修行者，日日诵经礼佛，广结善缘。你每念一句经文，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，对待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善意。而你的弟弟却是一个不信佛法的商人，终日只知追逐利益。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赚更多的钱，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，却从不关心他人的死活。今生，你们虽为兄弟，却因宿世因缘不同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情。”哥哥听完老僧的话，恍然大悟，他的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既有对前世修行的感慨，也有对弟弟现状的担忧。他连忙向老僧请教，那该如何帮助弟弟改变呢？老僧微笑着答道：“因缘如种子，今生种下，来世必开花结果。你要以慈悲心去感化它，让它在今生种下善根。你要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它，让它看到善良和慈悲的力量。”从那以后，哥哥更加精进修行。他每天早早地起床诵读经文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以慈悲心对待每一个人。他看到弟弟还是老样子，却从不生气，反而更加耐心地去感化他。有一次，弟弟因为一点小事和邻居发生了争执，甚至差点动起手来。哥哥知道后，赶忙上前制止。他没有指责弟弟，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弟弟说：“弟弟，我们做人要多一些宽容和善良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别人起冲突，这样只会让自己和别人都不开心。”弟弟一开始还满不在乎，但看到哥哥真诚的眼神，心里也不禁有些触动。渐渐的，在哥哥的影响下，弟弟的心开始转变。他看到哥哥帮助别人时那满足的笑容，看到那些被帮助的人对哥哥充满感激的眼神，他的内心也开始有了变化。他开始尝试着去帮助别人，哪怕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慢慢的，他对佛法也升起了信心。大势至菩萨讲到这里，目光扫视着台下的众生，说道：“诸位，可知这对兄弟后来如何？”台下的众生都屏息静气，眼睛紧紧地盯着菩萨，等待着菩萨揭晓答案。整个大雄宝殿里安静极了，仿佛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。大势至菩萨继续说道：“今日我要告诉大家，前世修行过的人，今生必定会显现出一些特殊的征兆。这些征兆就如同印记一般，烙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。那对兄弟，哥哥因为持续修行，善根深厚，后来证得圆通境界；弟弟也因为种下善根，来世转身为一位高僧。这就是因缘的力量。”菩萨接着开示道：“前世修行者，今生必现7种征兆，与佛法有缘，一听闻佛法，就心生欢喜，如久旱逢甘露。这是因为前世熏习佛法，种下了善根，就像晨露遇到阳光自然蒸发，善根遇到佛法自然显现。当你第一次听到佛法的教义，内心就被深深触动，那种喜悦和感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仿佛在黑暗中徘徊已久的人，突然看到了一丝光明，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温暖。天性慈悲，对众生苦难感同身受，喜欢帮助他人。这是因为前世修习慈悲心，今生自然流露，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。慈悲之心越磨砺越明亮，看到别人受苦，
你会忍不住心疼，想尽办法去帮助他们。无论是给饥饿的人一口食物，还是给伤心的人一句安慰，你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。心性清净，不为外境所动，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，这是因为前世修习禅定，培养了定力，如同深潭止水，风吹不起波澜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面对各种诱惑和干扰，你总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，不被外界的事物所左右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能冷静地思考，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智慧敏锐，对佛法义理容易理解，能够深入体会。这是因为前世研习经典，开发了智慧，如同种子遇到适宜的土壤，自然茁壮成长。当你学习佛法时，会发现很多道理一下子就能明白，而且还能领悟到更深层次的含义。你能够举一反三，将佛法的智慧运用到生活中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不贪欲乐，对世间名利淡泊，不被物欲所困。这是因为前世修习之足，培养了出离心，如同莲叶上的水珠，圆润却不粘住。在这个充满物欲的社会里，你不会被金钱地位和权力所迷惑，你懂得知足常乐，不会为了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而迷失自己。你更注重内心的充实和精神的富足，乐善好施，喜欢布施，不吝惜财物。这是因为前世修习布施，培养了摄心，如同大海容纳百川，越施越富。你愿意将自己的财物分享给他人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你知道，给予比索取更快乐，而且布施不仅能帮助别人，还能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宽广和慈悲。恭敬三宝，对佛法僧三宝升起真诚的信仰和恭敬，这是因为前世亲近三宝，种下了信根，如同向日葵追随阳光，自然朝向光明。你对佛法充满敬畏和热爱，尊重每一位僧人，珍惜每一次学习佛法的机会。你相信，通过修行佛法，能够让自己和众生都获得解脱和幸福。大势至菩萨说完这一番话，祥云缭绕得更加浓密了，锐气也越发腾腾而起。在众生的顶礼声中，菩萨化光而去，而这一番开示也在后来被记录下来，流传千古，度化无量众生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有人与佛法有缘，而有人却无缘，智者们就会讲起大势至菩萨的这番开示。因为这一番开示不仅揭示了因缘的奥秘，更指明了修行的方向。在这个纷扰的世间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，而大势至菩萨的开示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众生的心田，指引着人们探寻自己的善根，精进修行，最终达到觉悟的境界。修行路上，没有人是局外人，每个人都在因缘中轮回，都在善恶中选择。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的善根，并且继续培养，让它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就像那对兄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因缘虽然决定了今生的起点，但并不决定终点。弟弟虽然一开始对佛法不屑，但因为哥哥的慈悲感化，最终也种下了善根。这就是佛法的殊胜之处，只要种下善根，终有开花结果的一天。记住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，善根如同种子，今生种下，来世必定发芽。
愿诸位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善根，精进修行，早日觉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，希望大势至菩萨的开示能够给你带来启发，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宿世因缘与修行的关系。通过这些教义，我们不仅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，还能找到修行的方向，培养慈悲心，积累善根，最终走向觉悟的道路。谢谢你的聆听，加入我们，通过点赞与关注我们的平台，佛教智慧、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，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，澄净心灵，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。